王一川連閃尿當兵都比不上，說你台灣國立委，可是你實質的動作一個都沒有。那請問一下，你講這個除了嘴炮想要選桃園市長，激起基本盤對你的支持之外，還有什麼實質意義可言？賴清德到底是中華民國的總統，還是美國人的走狗？賴總統投書了華友，宣布歷史性的1.25兆國防特別預算。為什麼我們的總統要先投書給外國人看？你應該要先跟國人說明，然後才去投書才對吧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民進黨最近真的是非常惡性的在繼續的引導兩岸關係的劣化了。賴總統投書了華友，宣布歷史性的1.25兆國防特別預算。如果國防特別預算真的是拿來強化軍事也就罷了，但我們發現採購一架無人機要60幾萬台幣。以現在俄烏戰爭，我們看到無人機如此低廉的價格，每天消耗上千架，你採購960架就不夠你一天消耗。這樣子的一個浪費預算的行為，是不是進行撈錢？那烏克蘭選擇了戰爭，但依然接受了屈辱。28條，美國是吃乾抹淨到了極致，只差把烏克蘭的黑土地刮起來，榨油之外，其實啥都幹了。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戰爭？因為你在國際地緣政治當中忽略了現實問題。王一川一直強調他是台灣國立委，他完全忽略了包括憲法框架跟兩岸的現實歷史問題。我覺得這是現在民進黨非常可悲的地方，不斷的利用民粹意識形態，利用青鳥、利用黑熊這些人來挑起整個的仇恨，然後綁架大家去負擔高額的國防預算，但是並沒有真實的去面對問題。美國國會建議由台灣提供資金，協助菲律賓為境內的美軍基地升級。這不就爸爸請客，兒子買單嗎？我的天！為什麼我們的總統要先投書給外國人看，才在台灣開記者會？奇怪了，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總統，還是你是美國人的走狗？我這已經分不清楚了，因為這個順序上面是不對的。你應該要先跟國人說明，然後才去投書或是接受專訪或什麼 whatever。第二個，明年的常規性的國防預算是9500億，相較於今年的6000多億，已經增加了非常多，占 GDP 的3.32%。很多人會說占3.32%很少啊，不，如果以我們國家的總預算來說呢，是占了31.3%。什麼意思？我們總預算裡面的10塊錢，有3塊錢是要分給國防的，民生、健康、社福、什麼環境，剩下7塊錢。那第二個問題是1.25兆的特別預算，那其中如果我們以1兆來試算，分攤在前4年集中的話，那就变成是說1兆我除以4，再加上前面的9500億，也就是明年度的國防預算，它會占總預算的39.6%，近乎是40%，也就是10塊錢的預算裡面有4塊錢要拿去做國防了。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誇張、非常高額的一個預算，必須要被認真檢討。而且我們可能還有4000億美元要投到美國，那400億我們都快受不了了。所以台灣到底還剩下是什麼？其實烏克蘭是最赤裸裸的一個國際地緣政治的現實，提供給大家參考。民進黨現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抗中保台，真是非常的可惡。你今天在兩岸關係之間踩到了台獨的紅線，這條紅線它不是中國大陸畫的而已，我們中華民國憲法也畫在那裡了，美國也畫。對，連最鷹派的梁文傑今天都只能站出來講說，王一川依法律就是中華民國的立委。那王一川，你如果認為你是一個台灣國的立法委員，他提案了嗎？廢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了嗎？廢除裁撤陸委會了嗎？把陸委會併入外交部了嗎？要修憲嗎？這所有的提案就算不能通過，你是不是應該往這個方向去努力做給大家看？可是你今天實質的動作一個都沒有，只會嘴炮講自己是台灣國。你如果是真台獨，我敬佩你，但是王一川是假台獨，說你台灣國立委有夠丟臉的，連閃尿當兵都比不上。林昶佐當初都有推動說陸委會應該要併入外交部，一直在享受中華民國給你的權利跟你應該有的義務。你說你是台灣國的，那我覺得你這真的是荒謬至極。說真的，他就是小丑，所以他叫人家去中國大陸去講我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，有什麼好不敢講的啊？我們馬英九前總統在中國大陸的時候都說過自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，但是沒有民進黨的人敢在中國大陸講說我是台灣國的立委啦。就像是賴清德一直叫要去天安門抗議，我不懂，我去天安門抗議賴清德幹嘛啊？我傻了嗎？我今天抗議的是中華民國的政府，為什麼我要去天安門抗議？我不是去抗議習近平的。你只敢
敢在台灣說我是台灣國的立委。那請問一下，你講這個除了嘴炮想要選桃園市長，然後激起基本盤對你的支持之外，還有什麼實質意義可言？連沈伯洋好像都沒有這樣子，每天嘴炮輸出。我覺得他還輸給八炯跟閩南郎。本來我剛剛講的這些人，我都不認同他們，但是你會發現，這王義川連跟他們比，都比他們還要 low。我覺得我們有這樣子的立委，真的是有夠丟臉的。很悲哀啊！民進黨一直不斷在挑動兩岸敏感神經，包含你最近質詢的小菊書的問題，荒謬到極致。因為那一整套完全就是複刻沈伯洋黑熊部隊的手冊，而且它的內容你學到什麼可以救災的地方嗎？坦白說沒有。你裡面其實寫了一大堆跟認知作戰有關的，比如說什麼如果戰爭來臨的時候叫大家不要看新聞，我覺得很奇怪。你應該是要多看不同的新聞，去綜合出正確的答案才对吧？什麼只要是講到投降的都是假訊息，我們沒有主張要投降。但問題是說，到底投降與否這件事情，那你也是要看到時候最後的戰爭結果，不是一個公民他可以去決定的事情。那有人去評論這件事情，就說你就是站在中共的角度，你就是要投降主義，不是這樣子的，是你的用語不夠精確，會讓大家產生誤解。甚至劉世芳還說，不去好好閱讀這本書的，對這本書有批評的，就是王子病跟公主病。我覺得也莫名其妙，你寫的東西不正確，別人還不能。日本他們也有出這種防災避難手冊，光是一個 CPR 的過程，他就寫了6頁，這才是真正告訴大家說該怎麼急救，該怎麼救化。我們那個 CPR 只畫了一張圖，而且他畫的圖是在這裡，亂教一通，這真的會壓死人。然後你就寫說，不然你也可以使用 AED 怎麼用你也沒講，那你底下附一大堆 QR code 叫大家去掃，你不是告訴大家說印紙本是因為怕沒網路，你現在又叫大家去掃 QR code， 那請問一下，你為什麼不發一張單張的，然後把所有應該要看的 QR code 全部列上去就好了呢？那你做了這樣的一個手冊，結果 QR code 裡面你點進去之後麻煩一大堆，資訊也不正確，也沒有進行過演練。就是說，如果這麼多湊頁數的東西，有必要印這樣一整本嗎？李賴清德還簽名，對，李賴清德總統硬要簽名，那你內容好歹也寫的比較合邏輯一點，因為他說的是安全避難手冊，問題是把天災跟人禍併在一起，這本身就是非常荒謬的。講白，他就是要制造老百姓的恐慌。最近民進黨一直在鼓吹兩岸仇恨，而且不斷在螺旋性的升高。當然，對岸也对於當中的關鍵人物，包含沈伯洋、八炯、閩南郎進行了通緝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台灣社會的反應，早個3-4年，可能台灣人真的會同仇敵愾，要捍衛這些人的言論自由。可是這次大部分的老百姓覺得，沈伯洋你是不是罪有應得啊？你是不是故意在炒作兩岸仇恨？你被通緝，雖然我們不同意大陸對我們的立委的管轄權，可是你自己做的這些壞事，你可不可以自己去面對？我是在外交國防委員會國外的代表，真的有人問我說，你們國民黨為什麼沒有聲援沈伯洋？我就問他說，第一個原因，其實韓院長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講過了，中國大陸對中華民國是沒有任何的管轄權的，但是他沒有針對個案去做評論，因為總體而言，我們對大陸的看法跟對沈伯洋個人的看法本來就是拆開的，你為什麼會放在一起？那再來，即便我們可能是譴責中國大陸試圖長臂管轄，但是這也不意味着今天我們在台灣以國民黨的立場來講，支持在台灣有任何進行台獨的行為。台獨第一違反我們的憲法，第二也造成兩岸關係的加劇緊張衝突跟危險，第三對於全球的區域和平維持來說也是不利的。而沈伯洋他就在做這件事情，他還有組織跟實體化拿外國的錢，所以我們當然不支持他這樣子的做法。另外一個原因，先前沈伯洋他們打着民主去鑽民主漏洞，搞全面性的惡霸，最後32-0大罷免大烙賽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你今天叫我去聲援你，我在 personal 上面的情感我做不到。當初我們被惡性罷免，怎麼沒聽到你們民進黨的哪個人聲援我們？你們是全體的一起在喊大罷免大成功，還抹紅我們每一個人要賣台。請問一下，你怎麼好意思現在叫我們來聲援你啊？你不覺得你很荒謬嗎？所以賴清德你去聲援沈伯洋，你想做你去做，我不反對，但是憑什麼情緒勒索大家？民進黨現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抗中保台，真是非常的可悲。因為你去了西安，沒錯，你知道去看大雁塔的時候那個觸動，因為我是黑松花悟空的玩家，玄奘法師就是唐三藏，
他從西域回來之後40幾歲在那邊一直到圓寂，你就看了那個塔，你就想着當年這裡有多麼的繁盛。但是最有意思的是，大陸竟然把香火給延續下來，在大雁塔下面的玄奘法師的那一間寺廟是有做佛事跟佛法，裡面都是師父們在誦經，看到大陸的老百姓跪下來虔誠的祈個福，我覺得真的很感動。所以民進黨壞就壞在這裡，它是一個很和諧平安的事情，你為什麼不讓兩岸來往？陸委會、內政部、總統府，包含民進黨立法委員，對於中國大陸的敵視跟仇視，想要去切斷兩岸之間的任何的聯絡，在我看來是覺得非常不妥的。就是說，今天我們可以主張兩岸之間，那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，那我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这是在我們憲法的體制底下的規定。那但是兩岸之間的文化跟交流，甚至在經貿的歷史的，並不局限在這其中。這個是全國際，你看連川普的孫女她都會講中文，背詩了，那怎麼會台灣跟中國大陸最近的地方，我們享有同樣的歷史血緣文化，現在卻落得一個連交流都要被扣上統戰紅帽子，我覺得非常的悲哀。